我怎么在这里？你是谁？怎么在我房间？你发烧了。麻烦送一支体温提和退烧药上来，再加一条干净的毛巾。谢谢你一直照顾我。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需要我帮你联系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吗？没想到这种时候，我身边能依靠的居然只有他。这个人，昨晚是他，关了灯都一样，开了灯。别，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幸运币，她说她会保佑我遇到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你让我第一次觉得我也是可以被温柔对待的，希望她也能保佑你。宋欣雅，你真是长大了有能耐，居然敢夜不归宿了！妈，你别怪姐姐。虽然赵总秃头口臭啤酒肚，但好歹人家有钱有势，让他捡到便宜了。那个人肯定不是赵总，那昨晚照顾我的人究竟是谁？行了，还嫌不够丢人吗？我这就去谈你俩的婚事。我不想嫁给他。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不然有的你受的。滚回你屋子里去。我知道了。我真是高看他了。我把他塞进赵总房间的时候，还想着赵总能看上他。塞进赵总房间，是他干的，不是我自己喝醉酒走错房。这次不成还有下次，只要咱们一直把他的维生素换成激素，就不用担心他在宋家的地位。10几年，我一直以为是自己不够好，结果从头到尾我都是被设计的。既然他们说我是废物，那我就让他们看看废物是怎么翻身的。Tell me, are you just getting by? There is gonna be a flame. Where there is a flame, someone bound to get burned. But just because it burns doesn't mean. 欣欣，有个50岁离异带2娃的合作商挺不错，相亲地点是熏岛咖啡厅9号桌，万一被他看上，你就能嫁入豪门当阔太太了。就留下一个硬币，他到底是什么意思？1年了，那个女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是他。李翠柔说的肯定不是他，这样也好，换我来主动认识你。你好，我今天是来相亲的，我叫宋欣雅。很高兴认识你，我叫秦雨鹤。宋小姐，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秦先生风华绝代，如果以前我们见过，我一定印象深刻。身材和体型都变了，但隐隐感觉总像那个人，是我的错觉吗？如果跟我结婚，我会送你核心地段独栋别墅，配你喜欢的代步车，
家里有保姆，你不用做家务，给你开副卡。我工作忙不总在家，理想婚姻是两人相敬如宾，互不干涉。宋小姐，你能接受吗？只要结婚对象是你。什么？你现在的资产都是婚前靠自己努力挣的钱，我从未参与，也从未提供任何帮助。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宋小姐，我觉得我们很合适。我家里催得急，如果你觉得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去领证。两位新人中间隔那么宽，是准备过火车吗？挨紧点儿，不然领证照片不合规，还要重拍。好，别动。这是你的，秦太太。秦雨鹤，这一次我不会再跑了。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领你回秦家，同家人见面吃饭。可以的，没问题。不好意思，公司有急事需要我去处理，等我回来再带你见家人。没关系，你有事就去忙，来日方长。你去哪儿？我先把你送过去。那送我去公司吧，不过我先回家换套衣服。别着急，我来帮你。我们已经是夫妻了，肢体接触是正当行为。祝你出差一切顺利。呵呵，今天相亲怎么样？是不是又黄了？奶奶，我已经领证结婚了。你结婚了？那怎么不把这个小姑娘领回家给奶奶看看？原本打算领她回家，公司突然有急事，我得出差。新婚第一天就留老婆一个人自己出差，地球离了你是不转了吗？赶紧给我回家！你是不是宋欣雅？我不是。宋欣雅，你来了。果然你就是宋欣雅，没做亏心事，你干嘛不敢承认啊？你这个专门勾引别人老公的坏女人！你老公是谁？你老板王总。好了，你别闹了，咱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宋老师就是一时鬼迷心窍，不是故意要和我发生关系。听说你以前180斤，现在肯定是为了我老公减肥瘦的。你这种小小年纪不学好，勾引别人老公的，放以前要进猪笼。你先搞清楚你老公做了什么再说。肥头大耳，满脸油腻，以为有钱就能让人低三下四，把油腻当风流，无耻当个性的玩意儿。我要是勾引你，我都是瞎了眼了。你自己眼瞎，把垃圾当宝，还以为别人都像苍蝇要抢，心疼你一辈子没吃过好的。你居然敢打我！秦家听说过吗？京圈太子爷秦雨鹤跟我关系特别好，只要我一个电话，你就立刻在这行混不下去。巧了，我也认识秦雨鹤，关系也特别好。今天刚领的证，应该关系肯定比他好吧？这是我听过的年度最好笑的笑话。你若认识秦雨鹤，早缠着他去了，哪会来勾引我老公？现在小姑娘本事不大，口气不别他妈在这跟我嘴硬！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打电话，免提开最大声。今天你要是真能打通秦雨鹤的电话，他真能认你，老子不仅跟你姓，老子当场从这楼上跳下去。你要是打不出来，就给老子跪下道歉，承认自己是个只会吹牛逼的废物，这辈子都别在我面前抬头。
老公，有人欺负我。还真拨过去了，拨过去又怎样？人家秦总听见他声音就挂了。他出发去机场了，还是他觉得今天刚领证的新婚妻子，这点小事不值得他管？刚才不是挺横的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宋新雅，你给我老婆跪下道歉，这事儿就算了，不然的话，以后还是靠自己。是谁让我老婆跪下道歉的？刚才是谁说的我太给我打电话是我不想接？刚才又是谁让他下跪道歉？还说我不认识他？是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欺负我太太的？王总是吧？希望你以后还有那么大的口气。刚才电话不是挂你，恰好奶奶也在给我打电话，听到你说有人欺负你，我就直接上来了。他是在给我解释吗？这是不是说明他心里是有我的？从今天起，如果还有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个人敢以今天下午的所谓业内传闻为由，拒绝给宋新雅提供工作机会，我会亲自去拜访。走了，我们回家。你怎么没去出差？奶奶打电话来骂了我一顿，说我新婚第一天就把老婆一个人扔在国内不像话。再说了，今晚是新婚夜，我应该在家陪你，而不是去公司。对不起，我今天一天没吃东西。你家有吃的吗？正好我也饿了。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家有一些……带路。别的男人穿过的，我不穿。这双是新的，要不你穿这个？你给别的男人买的鞋，我穿了是不是不太好？没事儿，你穿吧，我改天再给他买一双。你对那个男人真大方。我家里还有鞋套，你要不……还拿别的男的穿过的拖鞋给我，我都怕我得脚气。太子爷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洁癖也正常，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刚才出了很多汗，我去洗澡换件衣服。秦先生，你先坐。关系挺亲密啊。我操，你谁啊？我也想问你是谁。这身材也不如我，他到底看上他什么了？我是这个家光明正大的男主人，我告诉你，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如果我已经动了，真当小爷我这身肌肉白练的是吧？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真不知道我的厉害。我打死你！宋天，你干什么？秦先生，你没事吧？我没事。怎么回事，姐？你怎么和入室抢劫的男人抱上了？什么入室抢劫？他是谁？你也不能随便就抱他呀，还抱得那么紧，男女授受不亲，你不知道吗？他是你姐夫。你好，我叫秦雨鹤。别告诉我，你就是秦家掌权人秦雨鹤。哼，如假包换。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和我商量商量？长得那么帅，一看就是骗财骗色的大渣男。普通人婚姻也可能不顺，秦雨鹤身边有豪门闺秀主动靠近他，却从未有绯闻。我愿意相信他，更何况有些事情也许比他以为的更早。那个弟弟，我加你个联系方式。你要干什么？这不第一次见面吗？姐夫给你发个红包。
你俩聊吧，我去厨房做点东西吃。找到你的星球，再交换你的笑容。姐夫，你想听啥？我姐的事儿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你姐平时在家喜欢做什么？做饭，骂我，批我的卷子，给我做牛肉。哦，对了，她还特别喜欢一种花，就是桌上那种绣球花。她以前交过男朋友吗？没有。追她的人倒是不少，但她一个都看不上。不过那些追她的人都是她瘦了以后才来的。你是没见过她以前什么样，她以前可胖了，180斤呢。1年前，具体是什么时候？你想象不到吧？1年前我姐突然说要减肥，便疯了似的每天5点起床跑步，饿了喝水，馋了扇自己嘴，半夜饿醒咬被子也不吃东西，整整1年，她每天如此。最后瘦了80斤。1年前具体是什么时候？暑假吧，对，就是7月份，暑假刚放那几天。他那天晚上回来特别晚，第2天早上我看到他就说：“小野，姐要减肥了。”之后一直没停。7月暑假，180斤回来特别晚，不可能，不可能这么巧。如果真的是他的话，那可治。我去帮忙。秦先生，我自己来就好。还是我来吧。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帮你记吧。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只好暖暖就在胸膛。你记得有点紧。那你自己记。不会。教我。好了，还挺好看。要不你再看看呢？我们秦总系个围裙都这么讲究，看来以后家里的家务活可以全包了。谢谢。还行吗？比我想象的好。你想象过？以后不要再一个人吃晚饭。我不是每次都出差的。他是在告诉我，以后不会再让我一个人了吗？无论是一个人的晚饭，还是下午办公室发生的事情。多吃点吧，今天晚上是咱们的新婚夜。本来想着今天下午带你回家见完奶奶再说，不过现在我不想等了。明明已经和他走到了这一步，可是为什么心还是跳得这么快？签了之后，别墅每月20万，全部独立属于你，秦家的资产与你无关。我做这份婚前协议不是不信任你，而是无论我将来出什么意外，都能守住集团的利益。至于另外给你的这些，是我给你未来的保障，绝不会让你受委屈。所以你填的不只是宋新雅，还有秦太太。我知道。知道是一回事，愿意是一回事。现在，你愿意吗？今晚，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真的是你，我终于找到你了。1年前那个早上也是这样偷偷看他的，那次看他一眼就走，那时候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人会是我老公？他会不会其实记得那个晚上？会不会认出我就是1年前那个人？会不会觉得我接近他，和他结婚，从头到尾都是计划好的？也可能他根本不记得那个晚上。他那样的人，怎么会记得一个180斤的胖子？看够了。看了多久？刚刚才想。说谎。你怎么知道？
你每次偷看我，呼吸会变快。呼吸这么乱，脑子里在想什么？还没洗漱。知道了。你干什么？洗漱。哪有人这样洗漱的？有啊有，还能冲澡，什么都不耽误。你不用帮我剥的。顺手。西西，你赶紧回宋家一趟，有重要的事跟你说。现在。我出去一趟。需要我陪你吗？对付他们，还不需要秦总亲自出马。帮我查一下，今天早上给宋新雅打电话的号码，归属人是谁？哟，我们家大忙人可算回来了，瘦了这么多，看来在外面没少吃苦吧？欣欣，跟那个相亲对象处的怎么样？有没有把握让他娶你？已经结婚了。既然结婚了，那你可得好好利用你现在这张脸。女人最好的年纪没几年，得赶紧留住男人，不然等他腻了，你就什么都没了。你也不想你爸的公司出问题吧？你没有生过我，没有养过我，现在就想把我卖出去换利益？你自己愿意跟人家结婚的，我逼你了吗？既然这么说，你还有个亲生女儿，怎么不让她跟那个男的相亲？这家里还轮不到你做主。你是姐姐，本来就该为这个家牺牲，为你妹妹铺路。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受过宋家半分恩惠，往后宋家也别想从我这儿占到半分便宜。我是嫁给了爱情，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我都会跟他结婚。从今天起，我跟宋家再没有任何关系。嫁给爱情不过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他那张脸现在值钱的很，不能浪费。切！李总，既然您已经跟我们家欣欣结婚了，那咱们之前聊的那个项目是不是可以再优惠一点？你神经病吧？谁跟你家宋新雅结婚了？老子那天根本就没见到她，耍我玩是吧？以后给你们宋家做生意没门！这个死丫头，敢骗我！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骂她。妈，他说结婚一定是骗人的。1年前我们能把她塞进赵总房间，现在我们也能把她塞进别人房间。她现在这么漂亮，哪个男人不想要呢？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应该在公司？昨晚我说过什么？昨天晚上是我给你未来的保障，绝不会让你受委屈。所以你填的不只是宋新雅，还有秦太太。如果我直接说，嘿，秦先生，1年前酒店房间里那个人就是我，他会是什么表情？现在不是好时机，最好是他一辈子都不知道才好。别多想，我没责怪你，我来找你是因为今天约了奶奶，要带你回秦家老宅。现在我什么都没准备，这是我第一次见你家人，不能空手去啊。而且这身衣服也不适合见长辈。别担心，现在你可以行使秦太太的权利了，买件长辈的衣服和礼物，花老公的钱是应该的。收到。他还是第一次这么依赖我。
比照片上还好看。赫赫眼光总算再现了一回。来来来，奶奶给你准备了见面礼。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给你你就收着，哪有送人还要回来的道理？你们圆房了没有？奶奶，我们当着长辈的面别乱说话哦。奶奶，我们先聊点别的。好，好，好，不问了，不问了，我这就让人安排，明天给你办一场宴会，让全京圈的人都知道我秦家娶了这么一个好孙媳。这颜色，这味道，这不就是电视剧里那种保生儿子的古老便方？不会吧，第一次见面就要喝这个？我要不要推掉？但是推掉会不会不礼貌？毕竟是奶奶亲自准备的。别动，这药是我给赫赫准备的。奶奶，您说就说，别动手。动手怎么了？结婚前他多年不找老婆，我都想让他爸重新开个小号让他带了。现在好不容易结婚了，赶紧调理身体，给秦家传宗接代。我身体没问题，没问题也要补。你爷爷当年，我喝。秦先生，调理身体时日还长，请继续努力。我身体好不好，秦夫人不是最清楚。在找人。跟你没关系。别这么冷淡嘛，我看你一个人站了半天了。你是哪家的小姐？我是做地产的，跟秦家这次度假村项目也有合作，说不定咱们两个聊着聊着。我对地产没兴趣，对你也没兴趣。别这样嘛，你这么漂亮，总得给人一个认识你的机会。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滚！什么货色也敢来搭讪？要求别那么高了，这里随便哪一个人的身家都够咱们娘俩下半辈子吃穿不愁，你就不能睁大眼睛看看别人？这些男人连秦雨赫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好看吗？好看，你今天真的很美。今晚不准在外面亲我，这是我作为秦太太的第一条规矩。第二条呢？暂时还没想好。第一条可以保留，回家之后规矩失效。虽然赵总秃头口臭啤酒肚，秦雨赫不是。滚！别碰我！没伤到哪里吧？我扶你起来。再在这里跟我耍脾气，谁都救不了你。你上次在宋家说你是嫁给了爱情，你爱的人是谁？你说呢？进去之后，别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如果有人为难你，你只需做一件事。什么事？站在我身边，剩下的我来。
各位，今晚这场宴会是想向大家正式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我的孙媳妇儿，宋欣雅。以后还要麻烦各位多关照我的夫人。我不同意。秦雨鹤的婚姻，即便不能门当户对，也得找贤内助。公司总裁对婚姻不负责，就是对集团不负责。如果他执意要维持这段婚姻，我将回到公司取代他的位置。您是我父亲，我尊重您，但我的婚姻是我自己的事，不劳您费心。这个孙媳妇儿我已经定了，你同不同意不重要，我还没死呢，轮不到你在这里撒野。你想回公司，先得问问我答不答应。宋欣雅，你怎么和秦雨鹤站在一起？你之前回家说结婚对象就是他。我嫁给秦雨鹤有问题吗？你凭什么？各位，我不是来闹事的，我只是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站在秦总身边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当年我带着莹莹嫁进宋家，她就是这样我们娘俩的，混世小魔王一样，在家里横着走，欺负我和莹莹啊！你们瞪大眼睛看清楚，这个180斤的胖子，就是现在站在秦少身边的少夫人。她现在瘦了变漂亮了，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勾引秦雨鹤。天哪，她以前长这样，整容了吧？难怪秦雨鹤会看上她，原来是靠这副皮囊骗来的。秦家的宴会，谁在找事？别怪我不客气。果然，他生气了，我之前的预感全都变成了现实。秦雨鹤还是知道了，我就是1年前的那个胖子，还是以这样最不堪的方式。秦总，我们不是来找事儿的，只是不想看您一直被蒙在鼓里。宋欣雅嫁给您，对我们宋家只有好处，我们犯不着大费周章做这种事儿。我们只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看清她的真面目。1年前你夜不归宿，妈担心你，让我去查你到底去了哪儿。结果拍到了这个，你跟一个老男人进了酒店房间。你觉得你手里这些东西能伤到我？其实那天晚上我是跟……他心里肯定不愿意承认，1年前酒店里那个180斤胖子就是我吧？要是我把这事捅出来的话，宋欣雅，你不会这时候要说那天晚上你是跟秦雨鹤在一起的吧？这个人，希望他也能保佑你。视频里那个老男人，你真的确定你拍到了吗？我把她当亲生女儿，劝她别糟蹋自己，她却怪我多管闲事。上次给她安排相亲，她没去，直接告诉我们她结婚了，也不说嫁给谁。今天才知道原来是秦总。欣欣，妈妈替你高兴，但你不能踩着别人往上爬。你说从没嫌弃过我，却把我吃的维生素换成激素，换了10几年，还安排2婚带2娃的离异男和50岁老头跟我相亲，这就是你所谓的从没嫌弃。够了！宋欣雅就是个灾星，她才嫁进秦家几天，就让秦家成了全京城的笑话。秦雨鹤，你老实说，你跟他结婚是不是为了继承你爷爷留在公司的股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家里催得紧，要结婚，是我自己。宋小姐，我觉得我们很合适，我家里催得急，如果你觉得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去领证。是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欺负我太太的？进去之后，别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如果有人为难你，你只需做一件事。什么事？站在我身边，剩下的我来。是我自己以为他做的那些事情是喜欢我，原来从头到尾，他只是在履行一个丈夫的职责。爸，你说这话自己信吗？老爷子走前白纸黑字写明，秦家子孙成家立业，才能继承他在秦氏集团名下的全部股份。若不婚，股份归董事会统一管理。你之前被多人催婚都无动于衷，结果突然冒出个宋欣雅，你心里清楚，你不是看中她本人，而是看中结婚证能换来的股份。明明刚开始只是想要陪在秦宇恒身边，是我自己想要的太多，不怪他。爸，我尊重你是我爸，所以我刚才没反驳。
但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在侮辱我，也在侮辱新雅。侮辱？那你为什么闪婚？你跟他认识多久？了解多少？你敢说这里面没有股份的原因？你别走，刚才各位说的我都听到了。继母，私生活混乱，为股份骗婚，受婚姻，还有别的吗？那好，一个一个来。首先，张莹莹小姐，1年前在酒店那个房间是我的，那个伤和她在一起的人，从头到尾都是我，不是你编造的什么老男人，有问题吗？你胡说什么？那天明明是……你手里不是有完整的酒店视频吗？为什么不敢把全部的视频放出来？只要你放出来，不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吗？不，这不可能。接下来该轮到你了。你说新雅虐待你，今天特意在宾客面前卖这一场惨，是想讨什么说法？于鹤，我不是要讨说法，我只是怕你被骗。好，你跟在场各位说说，你给他安排的2个相亲对象，一个是2婚带2娃的50岁离异男，同时你把秦家相亲的机会留给了你自己的亲生女儿，还有是你把他吃的维生素换成了激素，这些到底是为什么？那是他生病需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李翠柔，我劝你开口之前想清楚，到底要不要骗我，别让我请你去法务部。逆子，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你说我结婚是为了继承爷爷的股份，那你应该不知道，我成年那年，爷爷就把股份转给我，不是等我结婚才转。父亲，您在外有多少家？你在我妈病床边签离婚协议，陪我过几次生日。我跟你不一样，我的婚姻不是谈判筹码，不是给您和其他女人生的孩子补偿的工具，更不是我用于继承的途径。我结婚是因为我喜欢她，不是因为股份，不是因为家里催，不是因为年龄到了。她说她是嫁给了爱情，既然她爱的是我，我就不会让她输。原来他知道是我，那些我以为的巧合和凑巧，从来都不是意外，是他朝着我走过来了。刚才那对母女名字记下来，从今天起，秦家所有活动禁止入内。你这个贱人，你抢了莹莹的位置，你不得好死！你们放开我！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是宋家的太太，我是他妈。宋心雅，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聒噪！姐，谢谢你跟秦总说，妈知道错了，妈不是故意的，那是为你好。既然都已经撕破脸了，又何必再演什么母慈子孝的戏码？从今天起，你们欠我和我母亲的，我会一笔一笔全都拿回来。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是宋家的太太，我是他们。对不起，奶奶，因为我的事扰乱了这场宴会。傻孩子，道什么歉？我们秦家孙媳妇儿轮不到外人来撒野。今天这场宴会本来就是为了给你撑腰办的。接下来的事情我来解决。谁还有问题，直接来找我，不要找我太太，她不需要回答任何人的问题。别怕，我们回家。你是什么啊？今天谢谢你。谢我什么？谢你所有。今天宴会上你替我说话，替我撑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承认和一个180斤的女人在一起，哪怕是我自己都没勇气直面这些流言，更何况是你。1年前那个晚上对我很重要，你对我很重要，这2件事对我来说不是麻烦。我今天说的话不是替你解围，是为自己争口气。我找了1年的人，不能被别人那样说。你找了我1年，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一直盯着你？我等了1年，就等你哪天愿意认我。之前你在宋家说的那句话，嫁给了爱情，是真的吗？你信不信？信。从第一眼看到你穿红裙子走进咖啡店，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信。这是今天欠你的，本来在拍卖会换装的时候就应该补给你。以后不准在外面亲我，这条你自己立的规矩自己破了。只要我们在一起，在哪儿都是家。秦雨鹤先生，家宅内部规矩可以重立。那请问秦太太，第2条规矩是什么？第2条，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告诉我，不瞒我。1年前的事，你找我没找到的事，你一直留着那枚硬币的事，都要说。你知道了。你刚才在宴会上说是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那枚硬币你一直带在身边，对不对？我找了1年，
才找到你，不是物归原主，是你归我。这是我欠你的第2条。从咖啡厅第1眼我就认出了你，以后不管我遇到什么事儿，我妈的事儿，李翠柔母女的事儿，我都会告诉你。从今往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再退缩，不管是尹太太的身份，还是以宋欣雅我自己的身份。怎么样？他们怎么说？宋欣雅真以为傍上秦雨赫就能高枕无忧了？想扳倒秦家的人多的是。既然这样，不如就让他们俩一起完蛋。这是医院的档案记录，这是原始值班记录，监控截图是从安保部的备份服务器里恢复的。你什么时候开始查的？从你回宋家那天开始。你和继母闹成这样一定是有原因，而且能对继女下药10几年的女人，手上不止这一件事，所以我调查了她所有事。从你母亲去世那年开始调查。我妈走的时候我6岁，阿野才3岁。后来李翠柔进了门，我爸更是彻底不管我们姐弟的死活。我拿出这些证据，不只是要让她伏法坐牢，更是要告诉妈妈，她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能替她讨回一个公道了。不管结果是什么，我都陪着你。要我陪你去吗？有些恩怨，我要自己去当面解决。他欠我们的，我要全部要回来。哟，什么风把秦太太吹到这儿来了？是觉得我们娘俩还不够惨，还没过足瘾是吧？你给我记清楚了，这圈子里从来不是只有我们2个人。秦汉霄被你老公当众折了面子，这口气他不可能咽下去。你们夫妻俩得意不了多久。李翠柔，你别拿秦汉霄说事。今天我来是跟你算我们宋家的账。当年我妈留下的公司股份，怎么就悄无声息到了你和张莹莹名下？你胡说八道什么？你爸本来就疼莹莹，留给他股份不是天经地义。宋欣雅，你别血口喷人！这么多年，你处心积虑想把我踢出宋家，吞掉本该属于我的东西。现在证据摆在这儿，你是自己看，还是我念给你听？你胡说，这些都是伪造的。妈，你别信他，他就是想报复我们。你查了多久？从我知道你给我换药的时候，我就开始查了。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要是你们没阴差阳错把我嫁给秦雨赫，我也不可能查得这么顺利。你妈当年也是这么自信，她躺进病床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股份早就转到我名下了，她还以为靠着你们就能守住一切。现在轮到你了，正好让她在天上好好看看，她的女儿是不是也跟她当年一样，觉得自己稳赢？你说的没错，我妈确实会在天上看着我怎么让你这种罪人付出你应得的代价。你外婆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吧？你既然不让我活，那就谁都别想好过。你敢动我外婆一下，你试试。我动了又能如何？如今整个宋家的资源都攥在我手里，你有本事就动用秦家的势力对付我啊！能亲眼看着你亲手毁掉你母亲的心血，不用靠任何人，我自己就能把属于我妈的东西拿回来。你找爸爸，你夺公司，你换药，这些我都能替你找到理由，但你没告诉我关于他妈妈的事。你跟我说他妈是病死的，你敢现在再说一遍吗？你吃的、穿的、上学的，你住的这栋别墅，你衣柜里那些名牌，都是我进那间病房换来的。你现在跟我说你不能接受，现在你把这一切都忘了，就当从来没听过我说这些话。等我解决了宋欣雅的事，玉鹤就还是你的。你给我打起精神来！宋欣雅把证据拿到手了，她现在去医院，我现在也去医院。动手利索点儿，别留痕迹。别怕，我这次不碰你，我只是需要你外孙女做一个小决定，你替我跟她说。
在走廊，你开门。我们就在电话里谈，把你手里攥着那些证据删掉，把公司还给我，再给我准备1000万现金。你答应条件，我立刻转身就走。你妈的病历你看了那么多遍了，你应该认得这是什么东西。这次轮到你外婆了，你听我说，你想要公司，我可以跟你谈；你要钱，我也能马上准备。你先把针管放下，这些事儿跟我外婆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知道谈条件了。刚才在家，你不是说让付出代价吗？老太太，要怪就怪你外孙女，是她不给你活路。李翠柔，你放开她，放开我外婆，把针管放下，你听到没有？放下！外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小雅。外婆，对不起，外婆，你不能有事啊！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你一个人去找李翠柔，我不放心。你开车走的时候，我跟在你后面，还是慢了一步。如果不是我今天拿着证据去找他，他就不会来医院，外婆不会躺在里面。我以为有证据就够了，我太冲动了，是我把一切都搞砸了。就算你今天不找他，他也早晚会找到这里来。你先在这里坐好，好好陪着外婆，等她出了手术室再说。现在外婆还在里面抢救，我们一起等她出来。你为妈妈和外婆拖底，我为你拖地，你已经做得够好了，剩下的交给我。信雅，你别这样。医生，我外婆怎么样？病人暂时已经脱离危险了，但需要观察至少48小时。现在已经送进了监护室，你们可以进去看她，但是时间别太长。你没伤到老太太，宋新雅的证据还在她手上。秦雨鹤封了你的所有账户和出口，你现在还有什么本钱跟我谈条件？还有一个人，他弟弟宋廷野，绑了小的，大的自然会来。只要宋新雅来了，秦雨鹤一定会来。那咱们的计划就能成功，还能一起搞垮秦雨鹤。你需要几个人？3个，一个开车，2个动手，别在学校门口、巷子里。这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会连你一起处理干净。就是他，走。你们谁啊？走。给你姐打电话，叫她和秦雨禾过来救你。你是想把我当诱饵，引他们过来好瓮中捉鳖是吧？你觉得我会遂你的心愿吗？就算你不打这个电话，他们早晚也会知道。你说他要是知道你落在我手里，他能坐得住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宋家的财产我们已经给你了，你还不满足，非要赶尽杀绝吗？你放心，我还是很仁慈的。我要看着你姐一步步走进来，看着她把一切都乖乖交出来，再让你们姐弟俩好好团聚。乖，好好说话，不然你可就要受苦了。喂，姐，别过来，我没事，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你弟弟在我手上。你说什么？去城郊的废弃仓库，带上你手里的证据，只能你和秦雨禾2个人来，不然你就等着给你准备后事吧。你让我听他说话，让我听。他抓了小野，外婆还躺在这里，现在又抓了小野。秦雨禾，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小野目前还是安全的，
李翠柔想要你手中的证据，小野是他唯一筹码。没拿到想要的东西前，他不会动小野。我们还有时间。封锁废弃仓库周边所有路口，包围圈留一个出口，让他以为能跑。外围全面布控，无指令不准突入。从现在起，记清我说的每一个字。进去之后，不能离我超过3步。看到小野别直接冲上去，先确认他的情况。如果有意外，你先救小野，其余事我处理。你真的同意让我一起进去？我还以为你会为了我的安全，让我留在外面等你。小野在里面，你不会在门口等，所以只有一个方案，我们一起进去，把小野平安接出来。准备好了吗？如果你害怕，不会的，有你在，我就什么都不怕。宋馨雅过来之后，我们做的事儿，你可别心疼。哼，这全都是他自找的。他要是不自量力，非要来抢我的东西，今天也轮不到他受这份罪。待会儿的画面记得给我拍清楚点，别光顾着动手把正事儿给忘了。听见了，咱们都精神点，别坏了李小姐的好事儿。设备没问题，续航撑6个小时，到时候画面够清楚就行。妈，既然要干，就干到底。宋心逸抢走了秦雨鹤，那我就把宋家剩下的一切全都夺过来。你要是不在了，他还有什么可依仗的？只要你死了，宋家就彻彻底底是我和我妈的了。妈，别光录视频，录完之后他不能活着出这个仓库，你明白我的意思？别过来！你再走一步，我就割下去，反正我什么都没了。既然你断了我们的活路，那咱们就谁都别想好过。你们先放了他，有什么事我们谈。我把你要的东西都带来了。我改主意了，放了他可以，先把你手里的证据交出来，然后跪我面前认错，说之前都是污蔑我。姐，别答应他，还得立刻跟秦雨鹤离婚。我照做，你别打他。宋心雅，我数到3，左边2个归我，你救小野，摄像机别碰，那是证据。3、2。姐，秦雨鹤，没事，皮外伤。还没数到3，你自己就冲上去了。我要是没反应过来怎么办？事发突然，不然的话，受伤的不就是你跟廷野了？真不碍事，你看，就是划了道口子，没伤到骨头。妈，你说话，你别闭眼，妈。莹莹，别哭，输了就是输了。就算这局你赢了又怎么样？你失去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没连你一起弄死。你机关算尽半辈子，今天我就是要站在这儿，看着你为当年做的一切付出代价。这能证明什么？等我出来，照样不会放过你。只要我妈还没离婚，宋家的财产就有我一份。你当初夺我家财产，害我爸妈家破人散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秦雨鹤，一切结束了。外婆醒了。你说什么？10分钟前医院打来电话，外婆醒了，已经能睁眼说话了。他还认得出人吗？医生怎么说？生命体征目前都稳定了，还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护工说，外婆醒过来第一句问的就是你和小野。外婆总算是没事了，我好怕她再也醒不过来。
这些天我天天去医院守着，连话都不敢跟他说，就怕再也等不到他回应我。那我们现在去医院看他。走，现在就去。外婆，你喝一口水，就一口。雅雅呢？外婆，对不起，对不起，让你受苦了。傻孩子，外婆没事，只是睡了一觉，做了个长梦，梦里你妈妈还在，你很小，她抱着你跟我说，这孩子以后肯定有出息，我则说不用有出息，平平安安长大就好，不哭了，你妈在天上看着呢。你要让她看到一个爱哭的女儿吗？姐，你哭大声点，你哭那么小声，我怎么忍住？你闭嘴！谁准你进来了？叫你去看医生，你看了没有？你是秦雨亨？是我，外婆。你过来。雅雅这孩子从小吃了太多苦，外婆年纪大了，护不了她一辈子。赫赫，外婆把她交给你，帮外婆看好她，别让她再独自吃苦。外婆，我答应你，我不会让她一个人。好，好，外婆放心了。今天是个值得好好庆祝的日子，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份惊喜。这张是什么时候拍的？领证那天，你在咖啡店门口等我开车，我隔着车窗拍的。那是你第一次穿红裙子站在我面前，我当时想，红色怎么可以穿得这么漂亮？宋欣雅，上次领证，我们坐在民政局长椅上，中间隔条过道。摄影师打笑说：“你们中间隔那么宽，是准备过火车吗？”我便把你搂过来拍了结婚照。那时我虽搂着你，却没认出你。这是我们的婚前协议。当时你说别人婚前靠自己努力挣的钱，你未参与，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你签的比我还快。后来我把协议锁进保险柜，再没看过。因为从把你搂过来拍结婚照那天起，我的就是你的。只是当时我不知如何开口，你把这枚硬币留在酒店桌上给我。我找了它的主人1年。后来我们在咖啡厅相亲，你穿红裙走进来，我闻到和那晚一样的味道。相亲那天我就应该再坚定一点，主动问是不是你。上次领证，我什么都没有给你，没有求婚，没有戒指，没有仪式。那时候我以为婚姻就是契约，是2个人搭伙过日子。后来我发现不是。我想以后的每一天，你都陪在我身边。宋欣雅，我找了你好久，等了你好久，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我一直都愿意。第一次见他，只觉得这个男人生得真好看。我从没想过他后来会成为我的丈夫，更没想过我们还能像此刻这样并肩站在这里。原来命运兜兜转转，终究会把最合适的人重新送回到你身边。Show me you smile on your face. 走，去哪儿？我们的新家。你什么时候开始置办这些的？领证那天我就已经开始准备了。从今天起，这枚硬币不用再夹在书里了。他回了家，你也回了家。宋欣雅，秦雨赫，那次在酒店你照顾了我一整夜，我迷迷糊糊醒了好几次，每次睁开眼你都在旁边。那时候我不敢相信，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会对一个180斤的胖女孩这么好。可是在我来看啊，我辛辛苦苦守了你一整夜，结果你第2天一早偷偷走了，就只给我留了这枚硬币。那时候我真觉得这辈子恐怕都找不到你了。那时候
这枚硬币是我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了，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幸运币。她说她会保佑我遇到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所以我把它留给了你。上次在酒店，你是秦太太，不过那是别人准备的婚房，在我心里，今晚才是我们新婚第一夜，在我为你准备的婚房。从今天起，我们就会以夫妻身份住在一起。秦雨赫，我其实直到刚才推开门，都还觉得像在做梦。我从来不敢想会有人出现，把我当成宝贝一样放在心尖上。你本来就是我的宝贝，不管你是什么样子，在我这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我等了你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你回家了。这是新婚第一夜的第一吻，以后每一个第一吻都在这儿。欢迎回家，秦太太。我到家了，秦先生。柔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雅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新雅。恭喜宋总。别看了，以后这里跟你没关系。妈妈走了之后，李翠柔把柔盈2个字印在楼上。我路过从不抬头，因为这不是妈妈的公司。咱妈要是在这儿，肯定会为你骄傲。怎么？难道我叫错了吗，老婆大人？没有，她说咱妈不是你妈，原来被人当成家人的感觉是这样的。走吧，去看看咱妈留给你的公司。请进。您好，请问是雅婷教育的宋总吗？我是秦氏集团的秦雨赫，之前与贵公司约好来谈合作项目。秦总久仰，请进。宋总比传闻中更年轻有为，秦总也比传闻中更客气。秦总今天亲自过来，是有什么重要合作要谈？我十分看好雅婷教育的发展前景，不知宋总下周一是否有空，移步秦氏集团详谈细节。排场上下周一启动会不会太赶？不赶，我相信宋总的能力，我这边已经把相关筹备工作全部安排妥当，就等宋总点头确认了。秦总确定不需要再讨论一下？不用，秦氏集团的原则是合作伙伴想要的，我们尽量满足，特别是像宋总这样有实力的合作伙伴。秦总，有个私人问题想请教一下。请说。秦总这么年轻有为，又长得一表人才，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单身？不是，我结婚了。哦，结婚了，那秦太太一定很漂亮吧？非常漂亮，就是喜欢在办公室里调戏合作方。宋总呢，单身，所以见到优秀的男人就这么直接调戏。不，我只调戏自己老公。秦总，您这样不太专业。抱歉，那周一会议上我只谈工作。秦总，秦总，记得公事公办哦。感谢秦总今天的接待，雅婷教育会全力配合秦氏集团的项目排期。合作愉快，宋总。宋总，合同上还有一个条款需要单独确认一下，方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吗？装了一上午，累不累？秦总，这是办公室，你刚才在会议室开会的时候，连多看我一眼都没看。看了，你看屏幕的时候，我看了你3次；你喝咖啡的时候，我看了你1次。你还数着？不然你以为我开会时在干什么？你刚才跟我的助理握手，
握了2秒。那是商务礼仪，1秒就够了。秦雨鹤，你今天的醋吃得很不专业。叫老公，隔音真的好吗？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秦总，合同上还有一个条款需要单独确认一下。宋总，你现在已经下班了。我还没签字，刚才在会议室你没给我笔。笔在办公桌上，需要秦总亲自帮你拿吗？秦总，秦董来了，已经到电梯口了，还带了一位女士。一念，往后你就以副总裁的身份入职秦氏集团了。于鹤那小子性子倔，要是你们闹了分歧，你尽管跟叔叔说，叔叔给你做主。秦叔叔，谢谢您的信任，我一定会好好配合雨鹤哥的工作，不让他为难。配合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他看到什么样的女人才配站在他身边。大白天的，百叶窗放下来干什么？光线太强，看文件刺眼。雨鹤哥，好久不见。一念，你怎么过来了？是爷爷让秦叔叔送我来公司的，他说最近安排我进集团学习，先让雨鹤哥你带我熟悉一下各部门的流程。没想到雨鹤哥这儿已经有客人在，是我打扰了吧？一念，这不是客人。从今天起，赵一念担任秦氏集团副总裁，负责度假村项目。爸，度假村项目我带了2年，赵一念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个项目的任何前期工作，你让他直接空降当负责人，拿什么服众？服什么众？他是董事会任命的人，你当年接手秦氏的时候，有问过谁服不服你吗？我接手秦氏是爷爷签字，董事会一致通过的，流程合规。今天这份任命，董事会何时开的？决议记录在哪？我身为秦氏集团董事长兼 CEO， 为何没收到会议通知？你私自调赵一念进来，不就是想撮合我俩，让我跟新雅离婚吗？你胡说八道什么？秦氏是秦家的产业，宋新雅一个没家世没背景的人进来，这就名正言顺了吗？秦叔叔，我知道您不同意我和雨鹤的婚事，不过这项目雨鹤跟了很久，他也是对项目负责。我还用不着你这么个小丫头教我怎么管理公司。我的人轮不到你这么训斥。每一次都是他站在我身前护着我，这一次我也要护着他。秦叔叔，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干涉秦家的产业，我和雨鹤在一起也从来没有图了秦家的什么。今天说的是项目的事，您不能因为对我有意见就否定雨鹤这2年的心血。这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说话了？您说我没有家世背景，但我现在是雅婷教育的法人代表，也是度假村项目的前期负责人。不管您认不认可我这个人，请您先看一眼这份数据，要是我的能力确实不够，我会主动退出项目，绝不拖累雨鹤。要不是你嫁了秦雨鹤，你以为能轮到你接触秦氏集团拿到这个项目吗？别做梦了。关于度假村项目的任命，我不认可。今天就算你站在这里说破了天，我也不会签字交接。你今天是一定要忤逆我是吗？好得很，那你这个董事长 CEO 也别当了。秦叔叔，您别生气，雨鹤哥也是一时没消化这个消息，慢慢来就好了。今天这个事儿全都赖我，您消消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当。这件事和你没关系，你没必要揽过来。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儿，度假村项目的负责人必须是新雅，要么大家都别干了。你来公司任命副总裁，开展新项目我都不阻拦，但我不会把项目推进交给不了解的。另外，她是我太太，不是客人。如果你进公司是其他目的，那你趁早放弃吧。我是不会和新雅离婚的。我现在立刻召开全员董事会，重新表决董事长 CEO 的任命人选。随便你开，只要董事会成员都清楚是谁把秦氏做到今天的规模，自然会有判断。雨鹤，宋小姐，能聊聊吗？宋小姐，你知道秦汉霄为什么带我来吗？因为你的父亲跟秦家有关系。难道不是吗？我父亲是秦氏最早的一批股东，当年秦雨鹤接手秦氏，差点被董事弹劾，我父亲第一个签字支持他。若没有我爸那一票，
秦氏如今董事长是谁还未知，你父亲支持的是秦氏，不是秦雨赫，这两件事赵小姐分得清吗？但我父亲支持谁，取决于我嫁给谁。只要我嫁给秦雨赫，我父亲就会继续站在秦家这边，秦雨赫就能保住他在董事会的席位。如果你不离开，秦汉霄会联合董事会罢免秦雨赫，度假村项目是第一步，接着是争夺董事长之位，最后他手中秦氏股份会被稀释到无法控制公司。他爷爷留下的基业，他花10年才稳住的位置，全都因为你化为乌有。你说的这些他知道吗？知道，但他选择了你。所以赵小姐今天找我，是以为我会为了这些主动离开他。我知道你跟秦雨赫是真心在一起，但你扪心自问，你能看着他从云端跌下来，一无所有吗？他现在是秦氏的董事长，所有人见了他都要低头。可如果董事会真的罢免了他，那他是被父亲赶出公司的失败者。宋小姐，这就是你对他的爱吗？他既然选择了我，我就不会放开他的手。要谈条件，让秦航霄自己来找秦雨赫，你不该来找我。宋小姐，你以为我在逼你吗？其实不需要我逼，秦航霄给他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他今天能挡1次，明天能挡第2次，可是次数多了，他还能拿什么挡？你以为站在他身边是帮他，可你没有家世，没有背景，没有董事会的席位，秦家的资产跟你也没有关系。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待在他身边。爱一个人就是想让他变得更好，不是为了自己把他拽下来。想让他变得更好，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反驳不了。你现在放手，对你对他对秦家都是最好的结果。要是赵一念说的这些真的都应验了，我凭什么拖累他？赵小姐，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今天来找我，是秦恒霄让你来的，还是你自己要来的？有区别吗？有。如果是秦恒霄让你来的，你是他手里的一步棋；如果是你自己要来的，你在嫉妒。我嫉妒什么？嫉妒他每一次都选择我。宋小姐，但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愿意看见秦雨赫变得一无所有吗？还说我不认识他。我愿意，我一直都愿意。他每次选我都没犹豫，现在轮到我，难道我就要退缩吗？他没有后悔过，我不能替他后悔。赵小姐，刚才你问我的问题，我现在确实给不出答案，因为我不能替他做决定。他要不要放弃，该由他自己选。可如果他选择继续走下去，我会陪着他一起扛。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因为这些事要放弃我，用不着任何人开口，我自己会走。但在那之前，任何人都不配替他做决定，包括我。他说什么了？不管他说什么了，你都不要信，你要相信我，知道吗？我都知道，不用你说。他还请我喝了杯咖啡，挺客气的。你的手是冰的。秦雨赫，如果有一天你为了我做了一个选择，结果很不好，你会后悔吗？不会。你都不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事儿。什么事都不会。
从第一天在咖啡店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从没想过要后悔。我别的都不怕，就怕你受委屈。秦雨鹤，我选好了，我不走。你确定？确定。赵一念说的那些话，我一个字都没信。但是，我不想看着你一个人扛。你知不知道，刚才你在天台上的时候，我有多怕？怕什么？怕你听完那些话就不见了。不会的。秦总，秦董通知明天上午10点召开临时董事会，表决董事长任命。来得好。知道秦寒霄为什么带我来吗？只要我嫁给秦雨鹤，我父亲就会继续站在秦家这边。如果你不离开，秦寒霄会联合董事会罢免秦雨鹤，他爷爷留下的基业全都因为你化为乌有。他在天台上说的每个字，我都录下来了。所以你刚才在天台上不是被他洗脑，是在套他的话。行了，你去哪儿来啊？他让我离开你，我总得知道他凭什么。宋欣雅，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是从你说我选你的时候开始。明天的董事会，雅婷教育作为合作方列席参会，我亲自带队，带法务一起去。好的，宋总。宋总，那现在咱们回家，晚上好好休息。不，今晚我们做战术推演。这是雅婷教育和秦氏集团度假村项目的全套合同，你看第37条。若秦氏集团更换项目核心负责人，合作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要求秦氏赔偿已投入资金的双倍违约金。你什么时候加的这条？签合同那天晚上，你在我旁边睡着了，我半夜起来加的。你那时候就知道会有今天？我不知道。但我爷爷教过我，做最坏的打算，才能赢最好的结果。明天董事会，你不需要多说，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把这份合同放在桌上，剩下的我来。明天我不仅要坐在那里，我还要发言，我要当着所有董事的面说。你知道你这么做，等于跟我爸彻底撕破脸吗？我知道。雅婷教育只认秦雨鹤，换了别人，这个项目作废。你知道赵一念的父亲是秦氏股东，得罪他意味着什么吗？知道。那你还……秦雨鹤，你为我做过的事我都记得，现在轮到我了，我不怕。我们还没弄完。宋欣雅，你刚才在天台上真的没有动摇过吗？动过。他说到你会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动了一下，但我后来想，你每次选我都没犹豫，我凭什么替你后悔？我不会一无所有，因为我有你。秦总，现在下班了，可以谈私事了吗？宋总想谈什么私事？谈一谈，你昨晚一夜没睡，今晚要不要补觉？战术推演，从哪儿开始？从董事会名单开始。好，王总是第一票。王总，女儿要考京北大学。第二票是谁？李总最近在谈一个海外项目，缺资金。
老秦，怎么还把自家儿子的秘书带来了？家丑不可外扬啊。说，秦董，宋新雅在天台上录了赵小姐的对话，完整的，我亲耳听到她在走廊里跟秦总说。录了什么？赵小姐说如果宋新雅不离开，秦董就会联合董事会罢免秦总，还说秦爷爷留下的基业会全都化为乌有。秦董，你找的好帮手。赵一念那丫头嘴上没把门，这下把底牌全亮了。还有呢？没了，我只听到这些。但是宋新雅已经把录音拿给秦总了，他们说明天董事会要用。出去。秦董，你儿子手里有录音，有合同，还有那个雅婷教育的女人给他撑腰，明天的董事会你拿什么赢？所以计划要变。怎么变？孙总，明天的董事会你先帮我拿下。拿下？你说的轻巧，你那3个摇摆票我一个都动不了。你不需要动他们，你只需要在董事会上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我，剩下的事儿我来。帮你拿下董事长，我有什么好处？度假村项目你占30%。先夺权，等我坐稳了董事长的位置再搞他。到那时候，雅婷教育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再躺5分钟。你没睡好吗？做梦梦见我爸把董事会的椅子全搬走了，只剩1把。他坐在那把椅子上，说今天投票改规矩了，站着的人没有表决权。后来呢？后来你进来了，你把雅婷的合同放在桌上，说这把椅子是我搬来的，然后我就醒了。你的梦比我强。我梦见自己站在会议室门口，门是锁的，我怎么推都推不开。所以你今天穿的是裙子还是裤子？裤子，白色西装裤。那就不怕，门锁了可以从窗户进，裤子比裙子方便爬窗。怕什么？你连我都能搞定，搞不定一扇门。今天我需要做几件事。3件：第一，站起来；第二，把合同第2条念出来；第三，不管秦寒霄说什么，不要停。他如果打断我，他不会，因为他打断你的时候，我会站起来。你站起来之后呢？跟他吵架，拍桌子，像上次在办公室那样摔笔帖。上次是我失控了，这次不会。今天我不是跟他吵架的，是去赢的。所以今天不管他说什么，你都不用怕。秦雨鹤，你今天早上说的话，是你昨晚没睡的成果，还是你每天醒来都会想一遍？认识你之前，每天醒来想的是怎么不让秦氏被我爸搞垮；认识你之后，每天醒来想的是怎么不让你被我爸搞垮。今天他们会问你问题，不是问你是不是真心想嫁给我，是问你是不是真心想站在我旁边。你不用说是，把合同拿出来就行。我想告诉你，拿合同是给你爸台阶下，不是给我找退路。我已经决定站在一起，就不会变。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不是最后一天。如果，我是说如果今天董事会真的罢免了你，你打算怎么办？度假村那块地，拿地批文签在我个人名下，秦氏能换我职位，却换不掉我对该地的使用权。所以最坏情况下，我就用个人名下的地和你合同里的违约条款，重新注册一家叫雨欣的公司。雨欣，我们2个人的名字。把我们俩的名字合在一起，是家，是避风的庇护所，也是我们2人共同打拼的事业版图的开始。走吧，你刚才漏了一件事儿，今天我要做的不止3件事儿，还要在散会之后吃你做的番茄牛肉面。好，散会之后我做给你吃。各位董事，今天原本的议程是度假村项目的进度汇报。秦汉妖先生临时动议，要求在汇报开始前重新表决董事长任命。按公司章程第19条，临时动议需要2/3以上董事复议才能进入表决程序。秦先生，你的复议名单呢？15位董事，11位签名复议，2/3够了吗？11个人里有7个是秦航霄的老班底，
够了，那就开始吧。秦宇鹤接任董事长后，在度假村项目上独断专行，拒绝董事会安排的专业管理团队。更严重的是，他将私人情感带入公司决策，公然宣称度假村项目负责人必须是他妻子。我提议罢免秦宇鹤，继续担任秦氏集团董事长兼 CEO。各位董事，我补充一点，秦总未走竞标流程就把项目教育配套部分交给其妻子控股的雅婷教育，这涉嫌违反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披露义务。若再考虑关联交易合规风险，秦氏股价会跌多少，大家心里有数。赵总刚才说的关联交易问题，正好趁今天各位董事都在，我把这件事说清楚。雅婷教育的项目合作不是我个人决定的，这是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由3位竞制特人签字批准的合作框架，每一份文件都在档案室，编号可查。至于没有竞标流程，度假村项目的教育配套属于专项定制开发。根据集团采购条例第7条，专项定制服务可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关于度假村项目的具体数据和合作框架，请雅婷教育的宋总来做专项说明。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一个靠嫁人进秦家的女人，有什么资格在董事会上发言？他是我指定的项目负责人，他的话代表秦氏决策。秦先生，若你有意见，可以等他说完数据再表决。现在是他的发言时间。各位董事下午好，我是雅婷教育科技的法人代表宋新雅，也是度假村项目教育配套板块的合作方负责人。今天我的发言不代表秦总，只代表雅婷。这份是雅婷教育与秦氏集团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若秦氏集团董事长兼 CEO 变更，致项目决策连续性中断，雅婷教育有权单方面终止合作，并追诉已投入资金的3倍作为违约金。宋小姐，你拿一份合同就想威胁董事会？雅婷教育是秦氏旗下的子公司，你作为子公司法人，有什么资格和母公司谈条件？这是雅婷教育的股权登记文件，和秦氏没有任何股权关联。秦总当初只是项目合作，从来没有完成过对雅婷的收购。现在项目已经完成前期所有准备，就等董事会签字启动开发。如果要和雅婷终止合作，这笔3倍违约金，秦氏要从哪个项目账上出？各位董事心里应该都算得明白。难不成因为我是秦总的妻子，各位董事就想赖账吗？各位董事，我想提醒各位一点，雅婷教育和秦氏的这份合作合同是秦总亲自拍板授意签订的。如果董事长可以仅凭私人关系就把公司核心项目交给自己的妻子打理，那秦氏的整个治理结构根本就是形同虚设。宋总，如果不是因为你和秦总的私人关系，我不认为你能和秦氏合作。这话错了，项目交给我并非凭私人关系。秦总拍板时看中的是雅婷的办学资质和学区核心地块，而非我妻子的身份。若你觉得有问题，可去法务部调项目尽职调查报告，查看雅婷资质有无水分，地块估值有无问题。赵总刚才说，这份合同是秦总用来董事会投票的工具。这份合同签订于3个半月前，当时度假村项目未进入董事会讨论流程，秦总也无人事变动预警。请问，他用3个半月前签的合同去今天才有的投票，赵小姐，在座各位会信这个逻辑吗？度假村项目占秦氏明年预期利润的40%，期投入17亿，预计2年内收回成本，第3年开始净盈利，且数据均由审计部门签字。谁想换我？先想清楚这40%的窟窿谁来填？宋总交的预算表是我在秦氏工作12年见过最完整的，其原材料成本低于市价，教育配套方案通过3次专家评审，数据皆有出处。明天各位若有兴趣，可让审计部门逐条核对，每条都有对应报价。这就是我选他当项目负责人的理由。说他能拿下这个项目，是靠着攀附我。那你们诸位呢？要是不认识我爷爷和我父亲，轮得到你们坐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吗？想要反驳我，先扪心自问，想想清楚，你们每年能拿到这么多收益，是谁替你们挣来的？秦总这话就扯远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项目合规性，不是在座诸位的出身。雅婷教育去年的净资产不过2个亿，接下10个亿的合作项目，若不是秦总在背后兜底，银行会给雅婷放贷款吗？这是项目专项仿包，授信额度已经批完，流程走的是正规公开审批。不信诸位可以直接打电话给银行行长核实。雅婷的净资产是少，但这块核心地块本身就是抵押物，估值足够覆盖授信，不存在秦总私下兜底一说。就算资质和授信都没问题，那项目负责人的回避原则呢？宋总作为秦总的配偶，主持这个项目本身就违反了秦氏集团关联交易的披露规则，这份合作从根上就不合规。表决，现在就表决！谁支持罢免秦宇和的董事长兼 CEO 职位？举手。张董，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秦总，吃饭是吃饭，投票是投票，
上次吃饭你没告诉我，你儿子已经提前签了一份违约条款。你要是早说了，我今天都不用戴老花镜了。老刘，你忘了当年是谁把你带进秦氏的？韩潇，我没忘啊。可是你儿子接手秦氏这10年，股价翻了3倍。当年你当家的时候，差点把公司亏掉一半。这些数据都在档案室，是你忘了，我没忘。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15位，10到15位。关于秦航霄先生提出的重新表决董事长兼 CEO 任命的动议，支持罢免的4票，反对罢免的8票，弃权3票，动议未通过。表决结束了，不过在散会之前，我有一件事要当着各位董事的面说清楚。王助理，你跟了我5年，今天董事会分发的材料都由你经手，包括秦先生的复议名单和赵总引用的风险提示。名单上11个签名，7个是你逐个联系确认的。项目风险数据来源是你从集团档案纸调出的，秦昊霄每次会前收到的会议要点是你整理的。你在我身边5年，我签过字的文件都经你手。爸，你今天拿到的每份数据都是我让王助理发给你的。你以为用我的助理监视我，其实我用助理给你写报告。王助理原文没错，发给你的是我改的。你拿到有漏洞的提示，我手里是原版。这是过去3年王助理发给秦恒卓每份报告的密送记录。一共47封邮件，我都存了档。所以爸，你今天提出罢免动议时，你每句话的数据来源我都清楚。爸，我从来没有阻止你给我拍眼线，我只是确保你看到的每一份数据都是我想让你看到的。这件事不怪你，你是秦昊霄安排进来的。今后你继续做你的岗位，只是以后你发给秦昊霄的每一份报告，先发给我。秦总，您什么时候发现的？从你第一次发报告我就发现了，我留着你是因为你没什么坏心思，一心都是为公司着想，你还继续留在原岗位，只不过做事的方向得调整一下。赵小姐，度假村项目按原计划推进，如果你想跟进这个项目，从今天起你负责市场调研板块，具体分工由项目组明天发邮件确认。刚才的事儿耽误大家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按原定议程，宋总，你可以开始了。预算表第18页第3行，你改对了一个数字。就一个？就一个，但那个数字救了我的位置。秦总坐稳了，才有人能保住秦氏和宋氏的项目，不是吗？你以为这就赢了？今天你赢了，是因为秦宇赫替你打好了所有牌，他签了合同，拿出财务数据，扭转了董事态度，最后他当着所有董事的面亮出跟了他5年的人当底牌，而你只是站上去念了一遍他给的台词。赵小姐，你说的对，我今天能赢是因为站在秦宇赫旁边，但你漏了一点，他今天在董事会最后那番话是要让秦汉霄知道，他身边的人从来都不是秦汉霄的人。秦汉霄安插眼线时，他就为今天这场对话做好了准备，所以你觉得他对你也是真的？他连自己身边的人都能算计成这样，你觉得他不会算计你？他会不会算计我，是我和他之间的事儿，就不劳赵小姐操心了。我只知道，今天站在秦恒泽那边抢项目的是你，输得一败涂地的也是你。你别得意得太早，秦昊霄不会就这么算了的。赵小姐，说起来，我有个东西要还给你。这是上次你在天台和我聊完后，我在地毯上捡到的，上面有你签名，里面是度假村项目调价版预算，你压低教育配套成本2个点，雅婷教育第1年将亏损3000万。若那位董事支持罢免秦宇赫，你会用你父亲的基金补上差课，利益交换，白纸黑字。你什么时候捡到的？那天天台上，我已经给秦宇赫看过了。顺便告诉你，这份调价版的预算表，今天早上他已经转交给集团审计部了。赵总，董事会之后，审计部会联系你，下次钓鱼的时候饵要藏好一点。宋小姐，你比我以为的要难对付得多。赵一念刚才问我，你对我是真的吗？他说你连自己身边的人都能算计成这样，不会算计我吗？我算过董事会投票的每个变数，如哪个董事去看财报、合同，哪个只需秦昊霄出错就会反水，也算过秦昊会带谁、说什么、拍几次桌子。可唯独你，我从来没有算过，因为我根本算不出你会不会真的因为赵一念的那些话就离开我。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以后这些风雨不会由你一个人扛。
我站在这儿，就是等你说这句话。不怕我哪天也算你？那我就认了。我每次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所以我也不能放弃你。我不会给你自己走的机会。如果有一天你因为这些事不想要我了，我自己会走，不用他说。不会有那一天。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也没人让我去考虑这些。现在我只想着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再也不会让你面对今天这样的处境。我饿了。走，老公回家给你做番茄牛肉面。今天怎么自己开？接你回家这种事，不想让别人代劳。你在想什么？在想你。刚才在会议室，大家都在看秦恒笑拍桌子，我在看你。你站起来时背挺得直，念条款时声音稳，睫毛都没颤一下。我只记得我是你丈夫，想冲上去告诉所有人，我的太太已经够棒了，不需要对着任何人鞠躬道歉。只有今天才让你心动，以前没有过。今天不一样，今天不是心动，是移不开眼，是想把你藏起来，只让我一个人看。你知道我在念条款的时候在看什么吗？什么？在看你的手。你一紧张就会敲桌面，可我开口之后，你的手就一直放在桌面上没动过。你是不是看出来我能搞定这件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会把这件事做得很漂亮，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从你站起来开口那一秒开始，眼睛就粘在你身上挪不开了。你今天在会议室里看我了吗？看了，一开始还分心怕你看出我紧张，结果你后来那么安安静待着，我反倒踏实下来了。因为你看我了，你一看我，我就知道该怎么往下说。你以前一直是这样吗？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皱着眉，孤零零一个人撑着。我以前总觉得所有事都该我自己扛，没必要让身边的人跟着担惊受怕，直到现在才明白，今天第一次知道，原来有人和你一起扛的感觉是这样的。以后都有我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你想不想知道在车上并肩作战是什么感觉？我们等下不是还要去看外婆吗？迟到不好。看外婆之前，先看我，时间还来得及。思言哥，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国外念书呢吗？已经毕业了，上周刚回来，想着先回来看看外婆，就没提前告诉你。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你怎么这么晚还过来这儿？我有好消息想告诉外婆，等不到明天就赶过来了。我上次给你发的那封邮件，你连提都没提，嘴也太严了吧？我错了，我现在人站在你面前，任你罚还不行吗？你瘦了好多，是不是在那边念书太累了，都没好好吃饭吗？国外那边课业确实忙了些，你看我这刚回国，不就来找外婆补补了？放心吧。他永远都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他是谁？为什么能跟他这么亲密？欣雅，这位是……哦，对了，思言哥，这是秦雨鹤，我的姐，思言哥回来了，我可想死他了，你肯定也想他了，对不对？思言哥，你可算回来了，你看看这孩子多大了还这么毛毛躁躁的，你可得帮我好好管管他。思言哥才不会这么对我呢，思言哥最疼我了。他们那样相处，才真像一家人。我倒像个格格不入的外人。你好，我是陈思言，欣雅的发小，刚回来，多谢你这段帮我照顾欣雅和宋家。你好，我是秦雨鹤，欣雅的老公，早就听他提起过你，今天刚好陪他回来看看。你看我这脑子，光顾着闹挺野了，忘了你们还没正式打过招呼。对啊，思言哥，姐夫对我们可好了，上次外婆的梯子坏了，还是他爬上去修好的呢。那可真是麻烦你了。欣雅性子娇气，家里大小事儿肯定让你多费心了。别都站在外面了，思言哥，你不是说外婆已经在做饭了吗？我们快进屋吧。你是不是在吃醋？没有。那你刚才为什么站在门口不进来？我在看桂花，开得挺好。思言哥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他爸妈和我妈是老同学，小时候我们总去他家蹭饭，还教我数学和小野篮球。后来他去国外读书，我嫁给了你。如果他没去国外读书，你就嫁给他？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他是我小时候最重要的人，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人坐在我旁边，手是凉的，嘴是硬的，醋是陈年的。我嘴不硬，手也不凉。那是谁刚才脸比开会的时候还臭呀？走吧，进去了，外婆还在等我们。姐夫，你走路怎么没声音的？人吓人会吓死人。你在偷吃？我没偷吃，我在试毒。外婆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万一盐放多了呢？刚才那个丸子确实有点咸，我替你们尝了好几个了。姐夫，你有什么事儿吗？下学期生活费加1倍。成交。你想知道什么？那个陈思言，所有你知道的事。思言哥是我们小时候的邻居，我姐从小跟着他。小时候家里没饭吃，思言哥每天把他妈做的饭分我们一半，还说我妈做多了不吃也倒掉。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家也不富裕，他把自己那份给了我们。爸不肯给我们交学费那年，是思言哥的爸妈借的钱。但是姐夫，思言哥从前对我姐是真的好。我姐小时候被鱼刺卡过，送医取出来之后就再也不碰鱼了。思言哥就天天把鱼刺剔得干干净净，再把鱼肉放到他碗里。我们那时候都笑他从小就是妻管严。之前我还以为我帮他挑鱼刺的时候，他看着我是惊讶我怎么这么细心，原来不过是已经太久没人给他做过这件事了。他这次回来待多久？他这次回来应该就不走了，而且他还特意跟外婆打听我姐的近况呢。他不知道你姐结婚了吗？知道啊，我亲口跟他说的。姐夫你也别多想，没准思言哥只是把我姐当妹妹呢。把你姐当妹妹，会特意跟外婆打听近况，还留在这儿不走。不管怎么说，思言哥对我们宋家有恩，当年要是没有他，我姐说不定早就……我知道他对你们有恩，我没说要赶他走，只是有些话我希望我们能讲清楚。你替我约个时间，我请他吃饭。啊，请他吃饭？怎么不行？我作为你姐的丈夫，招待一下你姐的旧邻居，不是应该的。姐夫，你还没转账呢。等下转。小野，以后你姐的鱼刺我来剔，不需要别人。你小时候第一次学做菜，切的就是葱花，刀工还是和以前一样粗细不匀。你削的土豆皮也一样，还是削得太厚，浪费。在国外待了3年也没学会削土豆。果然长大了变心了。之前是谁说我削的土豆吃着更香，非要抢我削的土豆吃？那是小时候嘴馋，什么都觉得好吃。现在我家那位剔鱼刺都比你削土豆周到。我知道他对你很好，我这次回来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来看看外婆，看看你们。我还记得你小时候得站在小板凳上才够得到灶台，那时候我说你刀工差，把葱都切歪了，你一生气直接把整盘葱花全塞我嘴里了。都多少年的陈谷子烂芝麻了，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和你有关的事儿我都记得。对了，你刚才说要给外婆说个好消息，能不能先讲给我听听，让我也提前开心一下？我妈当年创办的那家公司我拿回来了，现在我是重股20%的股东兼法人代表。今天刚开完董事会，已经把度假村项目的合作合同签下来了。你小时候连见你爸一面都不敢，现在居然能把公司从他手里夺回来，还敢亲自在董事会上签合同。小雅，你真的变了好多。我没变，只是以前不敢做的事，现在敢了。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做饭就见油。你小时候第一次煎鸡蛋，差点烧了厨房。还记得那次你非要自己翻面，结果蛋飞出去粘在天花板上，后来我踩着椅子帮你铲下来。记得那颗蛋粘在上面好几天，外婆一直追问是谁干的，你不让我说，后来外婆以为是小野干的，罚他扫了1星期院子。老远就听见你们俩在这笑，说什么呢？这么开心，也带我一个。正说小时候的糗事呢，你要不要过来搭把手？你不是想吃我做的番茄牛肉面？难得你哥回来，一起尝尝我的手艺。不用麻烦了，我待会儿还有事儿，吃完就得走。都是自己人，麻烦什么？正好新亚也想吃了。雨鹤的手艺确实不错，这么多年难得凑齐一回，你就尝尝嘛。你都发话了，我哪敢不从啊？你出去陪外婆吧，这儿油烟大，做饭的事儿交给我们男人来就好。你倒是挺会在他面前刷好感。我是她老公，本来就该这样。老公，你觉得你这个位置还能坐多久？我和新雅已经领了证，
领证又怎么样？外婆也认了我这个孙女婿，这个位置我能做多久，用不着你来操心。要不是我这几年出国了，你觉得你有机会站在这儿跟我说话？过去的事儿翻过去就是翻过去了，现在新雅在我身边，以后也会一直是。你记住，抢来的东西，迟早要还。到了，咱们回家吧。宋新雅，你小时候真的喜欢过他吗？秦雨鹤，我嫁的人是你。你今天在外婆婆把我推出厨房的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想什么吗？怎么会有人吃起醋来都这么有人妇感？你该知道的，从始至终，我想要嫁的从来都只有你一个。我就怕你分不清自己对他到底是什么感情，我怕你后悔。从来没有什么影子。秦雨鹤，站在我身边要和我一辈子的人是你，会把我护在身后给我安全感的人也是你，我心里最要紧的位置自始至终都只有你。秦雨鹤，你这种吃醋的方式让我觉得自己被你珍视到了骨子里。小雅，我明天先去你们公司找你，晚上再请你们夫妻俩吃饭。你要去吗？明天去吃饭，我穿哪套衣服会更帅一点？我老公本来就是全天下最帅的，哪用得着挑衣服？那就不穿。欣雅，这几年你确实长大了不少，已经能独当一面了。别以为你夸我两句，我就会把这活揽下来。海外板块我可要撒手不管了。这男的谁？还挺帅，跟宋总站在一起好登对啊！你看这站的距离，肩都快挨上了。这位不会是我们宋总的秘密男朋友吧？我去，这简直是小说照进现实啊！我居然一天之内能撞见2位大帅哥！小声点，别乱说。那不是秦氏的秦总吗？他来咱们公司干什么？该不会也是来追宋总的吧？你怎么来了？不是说晚上才吃饭吗？不是说晚上一起吃饭吗？我想着提前过来接你下班。陈先生，又见面了。跟我老婆聊工作还顺利吧？很顺利，毕竟新雅专业能力一直没得挑，秦总来的倒是巧。我刚把合作方案对接完。那就有劳陈先生费心了，有你帮着协调，新雅正好能抽身跟我出去度蜜月了。那个陈先生，我跟我太太有一些私密的事情要聊一下，麻烦你在外面等一下，不介意吧？请便。秦雨鹤，你刚才当着全公司的面把带着合作方案来的陈思妍关在外面，还说私密的事情。我和他在里面谈了1个多小时项目合作，你一进门就把人赶出去了。你以前从不在外人面前这样。上次是晚宴，这次不一样。上次秦家晚宴上你连我的手都没牵，哪里不一样？上次没有陈思莹，她泡的咖啡温度合适吗？秦雨鹤，你是不是听到了其他同事说我和他登对？听见了，那又如何？我今天过来就是宣示主权的。雅雅，我从来不跟人抢东西，但今天我得抢，因为你是我唯一不能输的。以后你们谈方案记得把门开着，实在不行我来谈，得让他慢慢习惯你是我老婆。知道了，我以后谈方案都会开着门。你出去跟他说句话吧，别让他太难堪了。陈先生，让你久等了。我太太说你们合作方案签得很顺利，你在国外可能对国内的审批流程可能不太熟，以后国内对接的事可以来找我。老婆，今晚我订了你喜欢的那家餐厅。知道了。今晚我做东，就当庆祝你们合作顺利。我替他弄了这么久的鱼刺，现在有别人替他做这件事了。老婆，小心刺。
秦总对新雅确实上心。她是我太太，我不上心谁上心？要是我能更早认识她，她也就不会遭卡斯的罪了。关于她，我知道的可不止这一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一块经历过的事儿太多了。小雅，你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你在院子里写作业，非要把桂花夹在作业本里当书签？他后来把那些桂花书签全部扔了。搬家那天，他一个人抱着2个箱子赶路，桂花书签都放在第1个箱子里，没走多远箱底就裂了，桂花洒了一路。他没有回头捡，他既没心力回头，也不想再回头了。陈思妍，你说对吗？思妍哥，以后这些事儿我替他记着，谢谢你以前对新雅的照顾。他现在要过的是往前看的日子。敬你们夫妻，祝你们白头偕老。这杯酒之后，往后所有的鱼刺都归他剔，所有的桂花都归他系，余下漫漫日子都归他陪。谢谢，我会照顾好他。思妍哥，也祝你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向前的日子。小雅，能单独聊几句吗？好。这张照片是在你家老屋前拍的。那天你妈刚买了新相机，非要给我们拍一张。你头发都没梳，马尾是歪的，我帮你扎的。小雅，如果当年我没出国，你会不会？思妍哥，没有如果。你现在回来了，带着国外最好的资源帮我守住妈妈留给我的雅婷，你已经为我做最好的事了。当年的事早就过去了，我现在很幸福。你真的跟我记忆里不一样了。你所有的改变都是因为他吧？没错，是他给了我底气，让我敢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在国外的那些年，他应该反复摩挲看过这张照片无数遍吧。这张照片也该物归原主了。思妍哥，谢谢你，无论是小时候还是现在。该说谢谢的是我，是你给了我一整个青春的念想。走吧，才该等急了。思妍哥，你一定要幸福，是像我现在这样真正踏实圆满的幸福，你值得的。好，我试试。走吧，我们回家。秦雨鹤，谢谢你没有拦着我见他。因为我相信你。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我的？从你选择了和我共度往后的人生，我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你。更何况，有些心结总要亲手解开才好。我等得起，也愿意陪你等。他说我每次听你叫我老婆，都会下意识偏头。你说这是幸福才会有的反应。认识我这么多年，你还是第一次见到我露出这样的模样。他说的没错，你今天晚上就偏了4次头。你连这个都数，你还数什么啦？今天你说自己很幸福，这还是头一回，往后我会一直数下去，数到咱们头发都白了，数到咱们牙齿都掉光，数完这辈子，还要接着数下辈子。那你呢？你幸福吗？我曾以为幸福是赢董事会，赢秦昊少，赢陈思然，如今才明白，幸福并非赢，是你在花园与他交谈后回到我身旁，将手放进我手心里，这个动作比任何胜利都让我觉得赢了全世界。他说昨天跟外婆学会了做桂花糕，下次回来做给我们吃。他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让我帮他问。下次他回来，我来做桂花糕。桂花糕是你妈给你留的配方，我这个女婿不能给妈妈丢人。他学了3次才把面发好，你连桂花糕都要跟他比。不是不想输，是想让他在每次回来的时候都发现我又多会了一样你小时候喜欢的东西。这不是为了赢他，是为了让你知道他给过你的我都能接过来，然后我们一起往前走。你不需要学会做桂花糕来证明什么，过去的那些回忆我好好收着，往后的日子我只想和你一起过。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我现在就打120。你别大惊小怪的，我昨天就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昨天吃坏了，缓一缓就好了。都不舒服1天了，怎么不说？不行，现在就去医院查。除了吐，还有没有别的症状？头晕不晕？想不想吃酸的？我昨天在公司开会的时候看了一篇孕期科普，说孕吐一般从第6周开始。你先漱口，我去开车。医院8点开门，现在7点半，路上不堵车的话，10分钟能到。你上次生理期是什么时候？秦雨鹤，你刚才问了我6个问题，我先回答哪个？全部，一个一个回答。上次生理期6周前。你先换衣服，我下去热车，咱们现在就去医院。别紧张，也别害怕，我一直陪着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更紧张。好啦，我没那么脆弱。不行，得小心点，万一是的呢？王姨，今天早餐不要放醋，不要放辣椒，把冰箱里所有腌制食品全部清掉。慢点走，你提前叫我一声，我好上来扶你啊。我只是下个楼，你这紧张的都快把我架起来了。不怕1万就怕万一，小心点总没错。咱们还没去医院检查呢，万一不是你想的那样怎么办？那也得小心养着，就当提前练兵了。真不是的话，我们也慢慢来，不急。先喝口粥暖暖胃，王姨一早就熬好了，等咱们吃完，我就带你去医院。恭喜，已经怀孕6周了，目前来看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接下来要注意休息，按时来做产检。怀孕前3个月要避免剧烈运动。这位准爸爸，你是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快放我下来，这么转的我头都晕了。宝宝，我是爸爸。你声音这么轻，宝宝哪听得见呀？心雨啊，我们真的有宝宝了，我有点开心，也有点怕。怕什么？怕我做不好，怕你疼，怕好多，但是更多的是开心。我们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外婆和奶奶吧，他们肯定更开心。好，咱们慢慢走，不急。秦雨鹤，你又来。上次你列了108条剔鱼次要点，你现在连怀孕都要列108条，你是不是打算等孩子出生以后再来108条育儿指南？已经在写了，育儿笔记目前写到第17条，第1条是不能让妈妈太累，第10条是爸爸负责企业美奶，中间15条还没写完。秦雨鹤，你说孩子叫什么？秦念亚。那是女儿的名字，万一是儿子呢？那就叫秦思雅。如果他将来问名字怎么来的，我妈想要个女儿，所以给我取了个女儿名。他不会问的，从他出生那天起，我就会告诉他，在这个家里，妈妈永远排第1位。那我再生一个女儿。你想生就生，都听你的，反正我来照顾你们娘儿几个。某人仗着自己怀孕了，开始为所欲为了。秦先生，那未来10个月，我只会更加变本加厉哦。快让我好好亲亲我的大乖孙！这孩子手劲儿跟他爸小时候一模一样。赫赫小时候也爱抓我项链，差点把线扯断。后来我换了一根钢丝线，防了他3年。3年之后呢？3年之后他自己会解扣子了，防不住。你儿子以后也会解扣子，看你到时候怎么防。秦汉霄，你要抱就抱，不抱就把手放好。我没想抱。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嘴硬，从我抱过来你眼睛就没离开过孩子，站这儿半天腿都不带动一下的，还说没想抱，别给我装模作样，赶紧过来！你都当爷爷了，抱个孩子还跟捧个烫手山芋似的，放松点儿，别吓着我的大乖孙。眼睛长得像新雅，那可不，鼻子嘴巴还像雨鹤呢。咱们这小娃娃把他爸妈的优点全继承了。各位，咱们准备好了就可以拍全家福了。放松点儿，笑一笑，摄影师看着呢，摆着个脸像谁欠你钱似的。宋婷爷，你定直点儿，照全家福了。
올 수 있을 것 같아 멈추지 않는 내 심장이